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咱们今天讲讲《甄嬛传》中的丽嫔，她可是让四大爷一夜临幸4次的妃子儿。抛开演员不说，原著中的丽嫔到底有多美呢？为何又轻易就被打入冷宫，后而疯癫呢？剧中眉庄也美，然而眉庄那么好的家世，入宫之后也仅是个贵人。直到假孕时，皇上才提议要晋她为嫔位，又被皇后挡了回去。自那之后，她做了很多年的惠贵人。甄嬛不仅貌美，还和皇上的白月光纯元长相酷似，又有才华加持，但她也是直到有孕才晋为婉嫔。丽嫔家世不如眉庄，才华不如甄嬛，长得也不像纯元，性格又粗鄙，她能得到皇上的宠爱，全靠美貌。然而就靠美貌这一个长处，丽嫔能在还没有孕的时候就高居嫔位，得到丽这个封号。她的美应该是那种惊世骇俗的美，让人看一眼就意乱情迷的美。就是这样一个绝色大美人，最终却被打入冷宫，变得疯疯癫癫，实在令人唏嘘。那么将丽嫔推入万丈深渊的人到底是谁呢？表面上来看是甄嬛团队，其实这件事的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幕后黑手一，太后和皇后。甄嬛承宠之后，第一次和其他妃嫔一起到景仁宫给皇后请安的时候，皇后赏了她万字福寿棉被，祝她早日得个皇子。皇后此举表面看起来贤惠，实际上是故意向和宫妃嫔传递出甄嬛可能会生下皇子的危险信号，使甄嬛成为众矢之的。同时皇后对甄嬛也多有提防，她早就想好了要去太后那里，恳请太后给皇上施压，劝皇上不要专宠。而当着众人的面刺被子的举动，不过设了个陷阱，谁接茬，谁表现醋意，谁就要替皇后担下容不下甄嬛的虚名。皇后最初的目标应该是华妃，但华妃也没那么傻，一句等来日诞下皇子就能赶上齐妃了，把话头扔给了齐妃。齐儿哈自然不高兴，但她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是白了华妃一眼。这时倒霉蛋丽嫔上线了，口无遮拦地说，齐妃那是有福气的人，千万不要像四皇子他娘那样没福气，都来不及看上儿子一眼。皇后听了这话，恐怕心里乐开了花，表面上却还要佯装生气，训斥丽嫔。后来皇上去给太后请安，太后奉劝皇上雨露均沾。皇上私下里悄悄问竹溪，华妃近日有没有来见太后？竹溪姑姑的回答看似简短，信息量却非常大。起早皇后娘娘来过，给太后侍奉了汤药就走了。倒是昨天丽嫔娘娘来过了，陪太后说了好一会儿话呢。丽嫔与华妃交好，华妃吃醋，派丽嫔到太后那里嚼舌根，很合逻辑。加上竹溪强调了皇后只是侍奉了汤药，丽嫔陪太后说得多，这就更让皇上笃信太后对甄嬛的不待见都是丽嫔的错。实际上真正在太后那里起作用的是丽嫔吗？请注意这句话中提到的时间点，丽嫔是昨天去寿康宫的，皇后是今天起早去的，摆明了皇后就是要先看到丽嫔去，自己再去。如此一来，不管她对太后说了什么，都好栽赃到丽嫔的身上。也许丽嫔本人也的确在太后面前说了甄嬛的坏话，但是她的那些话对于以家族利益为重的太后来说毫无分量。倒是皇后心思缜密，又与太后属于同一个家族团队，她的话才能真正引起太后的重视，让这位本来就与儿子不睦的老母亲拼着再次得罪儿子也要出言相劝。而当竹溪在皇上面前有意祸水东引的时候，太后和皇后就已经预见了丽嫔的悲惨结局，或者说是他们亲手断送了丽嫔的恩宠。幕后黑手二，曹琴墨。在华妃、丽嫔、曹琴墨三人组中，曹琴墨是受到排挤的那一个。一来华妃这人短视，在她看来丽嫔貌美，得到的恩宠比曹琴墨多，用处也就更大。二来丽嫔脾性和华妃相投，在没有子嗣这点上又与华妃同病相怜。丽嫔没下线之前，曹琴墨的境遇有多难？为了得到华妃的信任，连娘娘可曾见过好狗？会咬人的狗不叫，这种自贬的话都说得出口。把丽嫔拉下马，是曹琴墨能够得到华妃重用的关键。因此
我们看到丽嫔去寿康宫陪太后说话，丽嫔指使于婴儿毒害甄嬛，这些容易被人抓到把柄的事儿都是丽嫔做的，但做这些事儿的主意却很可能是曹琴墨出的。丽嫔被小允子下封的那天，曹琴墨偏偏不在，他的意图很明显，就是要让华妃和丽嫔自乱阵脚，借甄嬛的手除了丽嫔。丽嫔被皇后带走之后，华妃要去搜碎玉轩，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翻出来。曹琴墨阻止了他，并说索性丽嫔不是疯了吗？引诱华妃舍弃丽嫔。曹琴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丽嫔的动作又流畅又精准，丽嫔被推向深渊却猛然不知。幕后黑手3，太监团队。太监是下人，他们无法决定皇上和各宫妃嫔下达什么任务，但他们却能决定任务完成的程度。丽嫔得宠时对太监很看不起，不止一次在小允子、周宁海等人面前提到太监是没根的东西。这样的话说得多了，丽嫔就成为了整个后宫太监团队的公敌。苏培盛为什么说丽嫔娘娘的牌子都落灰了？除了顺应圣意之外，也为个人私怨。小允子卖力下丽嫔，除了完成甄嬛交予的任务之外，也未出心中那口恶气。周宁海一听华妃说要捂住丽嫔的嘴，就恨不得下死手捂住她的口鼻，让她立即死去。至于后来丽嫔为什么从一时的失心疯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疯子，在冷宫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，除了有华妃团队暗中操作之外，底层的太监和宫女们也功不可没。讲到最后，想起最近热播的《梦华录》中有一句话，以色事人才较贱。张浩好的这句话无疑是刻薄的，又带有偏见。而《甄嬛传》中丽嫔的经历则告诉我们，以色事人虽不低贱，却很危险。尤其在后宫、后宅、风月场合这种封建社会女性的修罗场中，没有智慧的加持，美貌不是福，而是祸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